这土色发黑，根须转红，下面肯定有松茸。这么大一朵，阿爹说的对，大雪封山后第3日，正是松茸最肥的时候。装满这一篓就回家。什么声音？天哪，怎么伤得这么重？别怕，我是来救你的。这是我家祖传的金疮药，阿爹说止血最好用，忍着点儿啊。这是……谢谢你，善良的孩子。谁在说话？难道是我雪天上山冻傻了？一只鹿怎么会说话？你能听懂我说话吗？当然能啊，我又不聋。你才奇怪呢，这个世界上会说话的动物多了去了，只是你们人类听不见。你能听见我说话，说明你不一样。所以，是那只9色鹿让我能听懂你们说话的。9色鹿，你遇到了9色鹿，那可是山神的信使。你能遇到他，说明你有大福气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3天没找到吃的了，大雪封了所有松果，我饿得眼都花了。乖，等一下。吃吧。你救了我的命，我欠你一个人情，不，一个松鼠情。跟我来。我知道一个山洞，里面全是宝贝，算是给你的谢礼。宝贝？你来了就知道了。这些灵芝至少长了50年以上。我说了是宝贝吧，这里是我祖传的储藏库，但这些东西我不吃，都给你了。谢谢你，小松鼠，这些够我家用一阵子了。以后有需要就来找我，我在这片林子里住了3年，哪有好东西我都知道。炊烟没升起来，不对劲儿。往常这个时辰，阿娘应该在做饭。
没钱还债，倒是有钱买米买粮。韩老头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们高老爸一个交代！住手！住手！你是韩老头的闺女，你们凭什么来我家砸东西？凭什么？就凭你爹欠我们家老爷50两银子，给你爹治病的时候借钱倒痛快，还钱的时候人呢？刘管事，我不是说了再宽限几天吗？宽限？韩老头，你这话说了3次了。高老爷说了，今天再不还钱，拿东西抵。哼，东西不够就拿人抵。哼，你家2个闺女总还值几两银子。50两是吧？我还。你还？你拿什么还？你这一身破袍子，当了都不够1两。这些拿去，够不够？这些货抵20两，剩下30两，3天之内凑齐，否则没完。我答应你，快走吧。信你这一回，走了。小梦，是爹没用。阿爹，你别这么说，你教我采山货的本事，我今天才能还上债。你的本事比我这些山货值钱多了。姐，我怕。不怕，有姐在，以后也不会有人来砸咱们家了。还有30两的债要还，阿爹的药也不能断，明天还得上山。什么动静？完了！不要！人类，你能和我说话？能的，你怎么了？我的孩子不见了，我找了1天1夜都没找到他。你的孩子长什么样？什么时候不见的？昨天我带他出来觅食，我转身去掏树洞里的蜂窝，回头他就不见了。我找了半个山，找不到。别急，我帮你找。这山上的地形我熟。小熊的掌印是往东边去的，那边山势陡，有一个猎户挖的陷阱坑。坏了，快跟我来！孩子，娘来了。娘，我的脚好疼。还好我今天带了绳子。我下去。不行，你太大，下去会踩到小熊。我来，小家伙，把绳子绑在自己身上，绑结实了。绑好了，我们一起拉，1、2。不好！坚持住，给我上来！吓死我了，差点去见阎王爷。孩子，我的孩子。阿娘，我没事，这个人类姐姐救了我。这个止血草很管用的，我阿爹以前教我的，山里人必备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
谢谢你，我们熊族最重恩情。你救了我，以后我就是你的伙伴。伙伴？可是我现在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啊。你给我起一个吧。你的爪子伤了，以后得好好养着，才能变回厉害的熊。那我叫你小能吧。能字就是熊字去掉下面的4个点。希望你早日脱掉伤痛，变回真正的熊。小能，我喜欢这个名字。姐姐，小能送你一个见面礼。什么？哨子，你们是怎么做出来的？这个哨子吹出来的声音，人类听不到，但动物能听到。从今天起，你每次上山就吹它，我听见了就会来找你。我要陪你一起走这片山。孩子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？其实我上山是来找药材的，我阿爹的病需要长期的药钱，我得多多采药卖钱才行。啊，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河对岸有一片药草地，我和阿娘以前去过，那地方的药材比别处长得好10倍。河？这山上的河都冻上了吧？冻上了才更好走。孩子，我背你过去。我怎么觉得需要背的是小能？我以前怎么没发现这好地方？这株人参少说50年了，这灵芝品相1级，这些都是钱啊！姐姐，我帮你把这里的药材都刨出来。这不是普通的雪莲，好香啊！阿娘说有金光的都是好东西。这株不能卖给药铺，得拿到集市上去，识货的人会给出天价。小莫，这些药材你都是从哪儿弄来的？这金须草比药铺里卖的还粗3倍。姐，这个花花会发光。小茂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我在后山一个山谷里发现的。我跟你爷爷采了40年山货，只见过1次这种东西。它叫天山冰莲，长在极寒和地热交汇的地方，100年才开1朵，1朵就能抵得上这世上最名贵的药方里所有的材料。那能卖多少钱？不知道，我们这小村子怕是没人买得起。那就去镇上。阿爹，这些药材卖了，不仅能给你治病，还能把我们家的债彻底还清，让阿娘和小乐过好日子。小莫，这几天你天天冒雪上山，娘心疼你。你一个姑娘家……阿娘，我没事儿，我喜欢上山。山上的每一棵树，每一条路，阿爹都教过我。他不方便走了，我替他走，不辛苦。明天一早去镇上集市。这是金须草啊！姑娘，你这金须草在哪儿采的？我活了60年，
没见过这么肥的。这品相，这成色，小姑娘，你这些药材卖给我，我出2两。2两？你欺负人家姑娘不识货，我出3两。5两。各位叔叔姨子别急，我这里还有好货呢。天山冰莲，这是天山冰莲啊！我在药行干了20年，只见过1次。姑娘，我出10两，卖给我。10两？你打发叫花子的？我出15两，我出18两。20两，我出40两。是临城蒋家药铺的少东家，蒋家在药材行当可是数1数2的。姑娘，这株天山冰莲40两，你愿意卖给我吗？40两，还了债还剩10两，爹的药不愁了，还能给家里添这些东西，成交。这位公子，交易都做完了，你怎么还愁眉苦脸的？实不相瞒，我买这株冰莲不是为了赚钱，是为了救命。救命！我是临城蒋家药铺的少东家，这次来你们镇上是为了收购一批急用药材送回临城。家里药铺接了一个重病病人，方子里缺几味关键药材，现在药是买齐了，但出山的路被堵死了。前2天暴雨，山体滑坡，一块房子那么大的巨石滚下来，把唯一一条山路堵得严严实实，人力根本清不开，绕道要走3天，可病人最多只能撑2天。我花了重金在镇上找工人，没人能搬得动。山里冬天温度1夜就能把人冻透。我一个药商，手里有药，却送不到病人手中，我自己都觉得没用。你说你出了重金找人清路？对，50两，只要能清出那条路。那这50两，给我。姑娘，你开什么玩笑？那石头比10个人加起来都大，你一个姑娘家……我不是开玩笑，你把重金准备好，我去找人清路。1个时辰之后，你去出山路口等着。好，1个时辰后，出山路口见。怎么了？遇到麻烦了？小能，我要你帮我一个忙，山那边有块巨石堵了路，人力搬不动，你能帮我弄开吗？巨石？当然可以，但光靠我一个不够，你等着。你就是小能说的那个人类，能听懂我们说话的那个？对，是我。我有一件事想请你们帮忙。那边有几块大石头堵住了路，我想请你们帮忙在石头底下挖洞，把石头弄松，可以吗？我们穿山甲一族祖祖辈辈居住在这片山里。你救过小能，也就是我们山里的自己人。谢谢你们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。伙计们，这就是那块可恶的大石头。
该你了。小能，你太厉害了！姐姐开心就好。少爷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刚才还那么多大石头，怎么一下子全没了？姑娘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一盏茶的功夫。山人自有妙计。50两，1分不少。姑娘，请收下。这下彻底不用愁了。阿爹的病有的治，阿娘不用再省吃俭用，小乐也能去念书了。姑娘，时间紧迫，我得赶紧把药送回去。今日之情，贾母记在心里。好啦好啦，谢谢你帮忙。来，大家吃。姑娘，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。韩小沫。韩小沫，我有个提议。我们蒋家药铺是临城最大的药商，缺一个好的采药师。你采的药材是这方圆百里最好的，你的本事远不止于此。我想请你做我药铺的专属采药师，不用签死契，来去自由，收购价一律按市面最高，你采多少，我收多少。专属采药师，稳定的收入，爹的病不用担心了，家里也不用欠债了。怎么样？蒋公子，我成交，一言为定。这是蒋家祖传的白玉药牌，见牌如见人。从今天起，你就是蒋家药铺的专属采药师了。药材我得赶紧送去临城，病人等不了了。阿娘，我回来了。小沫，这是蒋家药铺的玉牌。是，蒋公子聘我做蒋家药铺的专属采药师了。蒋家的白玉药牌，我年轻时在镇上见过一次。闺女，你知道这牌子代表什么吗？整个镇上只有蒋家最信得过去的采药师才配拿。阿爹，我知道。是爹没用，让你一个姑娘家的。阿爹，多亏了你教我的本事，我今天才能还上债。你的本事比我手里这块玉牌值钱多了。小乐，姐以后能供你念书了。姐，你好厉害！我一定会带你们过上好日子。急收金乌枝，开价60两，
3日后发货，讲。60两，小莫，这金乌枝是什么东西？值这么多银子？阿爹说，金乌枝长在河谷崖壁的背阴面，得连根带泥一整片起下来才值钱，单朵不值几个铜板。具体的，我要去问问阿爹。我去给你准备点吃的。闺女，你过来。金乌枝生河谷背阴崖壁，色如金箔，雨结后3日最肥。采时需连根带泥，断根药性失败。记住，崖壁上采药，绳子要绑双节，脚踩的岩缝得先用手抠过，确认不是风化时才下脚。记住了，阿爹。路上饿了吃，安全第一，采不到就回来，咱不差这一回。安心吧，阿娘。姐姐，去哪儿？去河谷，药铺的蒋公子要收金乌枝，60两银子呢。60两是很多吗？给你买很多好吃的。呜呼！呜呼！河谷被融雪淹成了一片泽土。这浅滩昨天还能趟过去，现在被融雪淹掉了。不行，底下有暗流，踩上去就会被卷走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我要到对岸崖壁上采金乌枝，水太深过不去。松鼠，你先飞到对岸崖壁上看看金乌枝的具体位置。崖壁上有12朵，都在半崖往上3丈的位置，岩缝很窄，连我的爪子都抓不牢。水底有3条暗渠，流速不一样，但我爪子不够长，看不到底。水獭，你能听懂我说话？能的。我叫韩小沫。真稀罕，我在这条河里活了6年，头一回碰到能跟水獭聊天的人类。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帮我探一探河底暗渠的深浅。小菜一碟，等着。3条暗渠，左边那条最深，底下是漩涡，去年淹死过一只鹿。中间那条也不浅，石头全部松的，踩上去就塌。右边那条底下是浅滩，只到人的膝盖，可以走。太好了，你帮我带路。这岩峰连小松鼠的爪子都抓不牢，更别说人了。这可怎么上去？大家都过来，听我安排。穿山甲，你在崖壁底下扩宽岩缝，挖一排踩脚点出来。交给我。松鼠，你爬到半崖上去，帮我标记金乌枝的位置。踩一朵，你叫一声。没问题。水獭，你继续在水里警戒，暗流有变化，马上告诉我。明白。小能，你在崖底张开熊掌，我要是掉下来，你接住我。有我在，摔不着你。行了，每个坑我都刨了3寸深，踩上去不会滑。我上去了。
抓住了，别怕。抓住这个，我绑在崖顶的老松上了。1、2、3， 12朵刚好够。走，去蒋家药铺交货。连根带泥起下来的，品相一流。韩姑娘，这次辛苦你了。60两，1分不少，你点点。不用点，我信你。阿爹的药不愁了，还能去集市给家里添些东西，还要给小能、松鼠、穿山甲他们买些好吃的。少东家，不好了，仓库又发霉了，这是连着第3天了，换了好几批药材全没了。什么？请了3个师傅来看，都说不出霉从哪儿来的，换了一批药材，2天就又没了。水是从地下渗上来的，不是药材本身的问题，是这仓库的地基有问题。地基？这仓库建了10几年了，从来没出过这种事。我去外面看看。叫我干嘛？刚才正睡觉呢。蝙蝠小哥，麻烦帮我看看这仓库的通风和地下，通风口有没有堵，地下有没有异常。通风口没问题，风是通的，但地底下有一股臭水味儿，很冲。下面有一条暗渠，水流声不对，不是平滑的流水声，是往外渗的咕嘟声。暗渠肯定破了个口子。能找到裂口的具体位置吗？得从地下钻过去找。站住！你能和我说话？我问你，你们老鼠为什么跑进仓库偷药材？是鼠王来了。一个能跟鸟兽说话的人类有意思。你就是鼠王？是你挡了我手下找食的路，人类。我不是来挡路的，我是来问原因的。你们老鼠有自己的觅食地，为什么要闯蒋家的仓库？觅食地？你问问你身后的那个蒋家少东主，他家的药铺每天往外倾倒药渣，堆满了城东那整片空地。那片地是我们鼠族祖祖辈辈的觅食地，现在全被苦药渣子泡烂了，连草都不长。我族87口找不到干净东西吃，孩子们饿得啃树皮。你说我们为什么闯他的仓库？我帮你解决。城郊有一片荒地，没人种也没人管，我让蒋家把那片地划出来给你们种野果野菜。另外，药铺门口每天定点放1碗干净粮食，你们吃了就走，不碰药材。1碗粮食？1碗，每天都有。条件是你立刻撤出仓库，从此不碰蒋家的1株药材。碗必须是瓷的，铁碗冬天冻舌头。瓷碗，记下了。你说话算话，人类。我的鼻子能闻出真假。找到了，暗渠破了个大口子，水全渗进了仓库地基，再不修，这仓库整个要塌。好，那就修。穿山甲，你从地下挖一条通道到裂缝的位置。小松鼠，你和我在仓库里面撬开地板，咱们上面和下面同时封堵。撬地板，这个我拿手。地下的交给我，天黑之前搞定。
裂缝有2尺长，暗渠的水压很大，得用整块石板才盖得住。不漏了，一滴水都不漏了。仓库的事儿搞定了，煤源是地下暗渠破了口子，我已经堵上了，以后不会再发霉了。你一个人修好了暗渠？不止一个人，还找了帮手。韩姑娘，你帮了我大忙，从今天起升你为蒋家药铺的外勤总管，月前按药铺掌柜的规格发，另外每笔采药单子都有单独的花红。外勤总管？我爹在世的时候说过，蒋家最缺的不是药材，是能把药材从山里带回来的本事。这枚铜章是他走之前刻的最后一枚章，空着名字等一个配得上他的人。蒋公子，我只是个采药的。不，你是这里山上最好的采药师。姐，你买了这么多东西。小莫，你这……阿娘，蒋公子升我做了外勤总管，以后咱家不用愁了。外勤总管，闺女，你当官了？不是什么大官，就是管药铺里的采药和收药。你爷爷在天有灵，该笑了。姐姐是大官了。1个月早出晚归，脸都瘦了一圈。小莫，不管多忙都要回来吃饭。阿娘，我知道。矿洞里有一味药叫玄心草，急需采收，明早出发。讲玄心草矿洞，阿爹说过，那矿洞废弃10年了，里面随时会塌方。这个矿洞废弃10年了，阿爹说里面产过一种叫玄心草的药材，长在洞底的岩壁上。这洞里阴森森的，不会有鬼吧？别自己吓自己。真正的麻烦是塌方，这矿道10年没人维护，随时可能掉石头。我打头，穿山甲在我左边，注意地面；小能在我后面，注意头顶；松树你在我肩上，随时听动静。那是什么声音？3条路，走哪条？人类，你来这儿干什么？我来找玄心草。你们知道玄心草长在哪个方向吗？左边矿道最深处有一大片玄心草，不过前2天刚塌了一段，建议你别去。上次有个矿工就是在里面被活埋的，骨头到现在还在那儿。谢谢你告诉我，但我必须去。
10年前矿难那天，这个矿工被困在这里，他最后看到的就是眼前这些玄心草。前辈，您在这里守了10年，我今天来采药不是冒犯，是为了救助更多人。您守着这片玄心草10年，我来替您把他们送出去。蝙蝠，你帮我用超声波扫描岩壁上所有玄心草的位置和根部的稳固程度，只采那些根部已经松动的，不碰新生的。明白。左边第3株到第8株根部松动可以采，右边最上面那3株不行，根扎得很深，硬拔会把整片岩壁扯裂。63株，这一篓子能卖多少钱？够给阿爹抓半年的药，给小乐买1年的书，给你们买许多好吃的。老板，剩下这些糖葫芦我全包了。姐姐，以后天天来集市好不好？想得美。今天是因为赚了玄心草的钱才请你们的。穿山甲，你带些糖葫芦给小能和他妈妈。小莫，你真好。这些银子都是你们帮我一株一株药材换来的，以后好吃的管够。糖葫芦。小乐，这是给你的。明天去学署，多认字，回来教姐姐。喝了再睡，明天还得早起呢。河里又筑坝了，把田里的水全截断了。今天非得拆了他的窝不可。糟了，河里有麻烦。拆了它！这已经是第3次了，田里的水全被截了，再不下雨，今年颗粒无收。等一下，各位叔伯，先别动手。韩家闺女，你让开，这事你管不了。各位叔伯先别动手，我去下游看看水情，一盏茶后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这小丫头真能有办法，姑且等一等。水獭，帮我把河里首领叫出来，不要让人看见。水獭说你能跟我们说话，你是来劝我拆坝的。不，我是来听你这边的情况的。人类把河岸的树全砍光了，我们下游的巢被冲垮了3次，一家老小差点淹死。只有这段河湾还有树，还能筑坝。我们不节水怎么活？首领，我有一个办法。如果你的办法真能让我的族人活下去，我信你一次。
各位叔伯，今天先请回吧。分水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3天之内一定让大家的田重新灌上水。河岸20步以内的树，以后1棵不能再砍。河里有了树，就不会来上游筑坝。这个条件大家能答应吗？我答应。现在安全了。穿山甲，从坝中间偏左的位置，不要动坝体，让水自然分流。上游流3成，下游7成。3成水够我们活了。渠道完工。从今天起，这条河里的所有活物，私下里都听你调遣。前面20步，水下有一块大石头，小心别绊倒。左边那个回水湾底下长了一片水枪头，根部可以入药。这段水流比较急，底下暗流往右偏，过河得往左边走。有水族帮忙，上山下河都不用担心了。水塔30多只，分布在河谷中游到下游，鲤鱼数十条，集中在回水湾处，河蚌10余个，埋在河底沙层中。姐，你在写什么呀？记水里的朋友。水里也有朋友？有，以后姐过河再也不用趟水了。山、水、药、人、家，写得真好。姐当年学这几个字用了3天，你1天就会了。先生今天夸我了，说我写字比隔壁王胖胖认真。都这么晚了还不睡，小莫，你白天跑来跑去，晚上还写字，身子吃不消的。阿娘，不累，记下来就不会忘。闺女，你现在比爹当年本事大多了。爹当年只会认3样药材，你现在记了满满1本。阿爹教得好。韩姑娘，不好了，想家野药铺的叶子黄了，黄得越来越快了。什么？前2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我昨天傍晚来看的时候还好好的，一夜之间就变成这样了。根没烂，是干的，不是水多，是根被咬断了。我在底下刨了一圈，金须草的根被什么东西啃断了，一节一节的，但没看到虫子。底下来了一窝虫子，金针虫，白天躲在土里不出来，晚上出来咬根，当挑药材吃，已经砍了小半片山坡了。金针虫，从前很少见到它们。金针虫是土壤里常见的害虫，原本有蛤蟆、飞鸟和家禽控制它们的数量，但是今年春天干旱，蛤蟆迁移，飞鸟数量变少，虫子就大量滋生了。要尽快找到应对办法，不然这片药田很难坚持太久。蛤蟆搬家了，我去他们原来住的水潭看了，全空了，请不回来。不用请蛤蟆，金针虫白天藏在土里不出来，晚上才活动，得找白天也能钻土找虫的帮手。
山坡上的药田里有虫子咬根、金针虫，专挑药材吃。白天它们藏在土里，晚上出来。你们晚上出来吃饱了就回去，白天我来照看。金针虫那玩意儿我熟，嘎嘣脆。土里有虫，我闻闻。够肥，行，这活儿我们接了，管饱就行。獾如果能来帮忙，这些金针虫很快就干净了。光除虫不够，被咬过的药根已经伤了，得给土里补养分，让根恢复。你说的对，蚯蚓们，能帮我一个忙吗？你说，你们在药店里多松土，把深层的好土翻上来，盖住那些被咬伤的根。这个简单，我们一家老小今晚加班。大家开动吧！这只比上只肥。第3只、第4只、第7只，你们俩效率不错啊！饱了饱了，收工收工。醒了醒了，昨天还耷拉着叶子的那株，今天挺起来了。活了。根已经全部重新扎进去了，再长半个月就能收了。那些金针虫呢？不会再来了吧？獾每天晚上来守着，加上蚯蚓翻土，金针虫的卵都被翻到地表晒死了。今年不会再闹了。姐姐你太厉害了，3天就把整片药田救回来了。不是我厉害，是大伙儿一起干的活儿。韩总管，少东家请您马上去一趟药铺，有急事。这是给你的。药研管事，外勤总管你干得无可挑剔，但蒋家还缺一个管新药研发的人。那片野药田已经救回来了，虫子除了，土也翻了，药根重新扎进去了。3天，你一个人？不止一个人，还找了帮手。小莫，整个蒋家没人比你更懂药材在土里的状态。新药研管室有单独的月钱，还有一间试验田，你可以自己种药，愿意吗？那个月钱按药研管室的规格发。成交。少东家，碧湖开始节后了，可以下水了。但是今年湖底的水草疯长，比往年密了10倍。去年下去采冰破草的人差点被缠死，今年怕是更危险。冰破草的采周期只有这3天，过了这3天，冰层裂开，就彻底没法下水了。我去。不行，去年那个采药人是镇上水性最好的，差点死在水草里。难度高就加钱，这笔银子够我把家里彻底翻新，一家4口不用挤在2间屋里了。价钱双倍，但你一定注意安全。双倍，保证完成任务。
这水草也太多了吧！北面冰太薄，踩上去就碎；西面有3道暗裂，每道都有2尺宽，过不去。只有东面那个冰窟窿可以下水，但下去就是水草最密的地方。水塔长老让我来的，听说你要下水采冰破草。你知道湖底的地图吗？知道，湖底分3片，西面是碎石区，没有水草，中间是深坑，水深3丈，底下有暗流。东面是无草区和水草区的交界，只有一条细窄的通道可以穿过去，两边全是水草。那条通道有多宽？2个人并排那么宽，但如果碰到任何一根水草，整片水草都会朝你卷过来。去年我亲眼看到一个人被水草缠住脚，差点上不来。那就别碰到水草。姐姐，太危险了！可是姐姐真的很需要这笔银子。绳子绑在这块石头上，我攥着绳子，你拉一下绳子表示水面安全，拉2下需要我们拉你上来，拉3下就是不管什么情况，我们都会把你拉上来。真冷。姐姐，你要是觉得不行就拉绳子，我把你拽上来。好。跟着我，不要碰任何水草，碰到一根，整片都会卷过来。别碰我，别碰我！到手了。快往上！你惊动了水草窝。姐姐！水草越缠越紧，你越动它缠得越凶。小南，快拉我上去！无主，全在。快撤！整片冰在裂，所有人快撤！谢谢你，是你命大。我活这么多年，头一见人从水草窝里活着出来，你是第一个。娘，您真厉害！5株，我父亲当年冒险下湖只采回来2株，
你父亲没告诉你水草窝要怎么对付？水草只在乱动的时候缠得快，你越挣扎，它缠得越凶。停下来，慢慢割主茎，剩下的自己就松了。我父亲去世前跟我说，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找到对付水草的办法。100两。100两！我想把家里的房子翻新一下，2间房太挤了，再买些砖瓦木料，请几个工人。我帮你请，镇上有个工匠班子，活细，价钱公道。那就拜托啦。闺女拿命换的钱，自己舍不得花，全花在家里了。阿爹，好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姐，咱家要盖新房了。不止新房子，姐还要给你买新书、新笔、新砚台，以后咱们家什么都不缺。你小时候，咱家最穷的时候，全家只有1条棉被，你冻得嘴唇发紫也不吭声，把被子往我和小乐身上推。现在不一样了。韩姑娘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昨晚暴雨，山体滑坡了，3条山路全被堵死了，野兽全被堵在山里出不去了。我去看看。这得多少人才能清完？10天半个月都干不完。如果只靠人力，至少要大半个月，但如果动物一起干，3天足够。各位叔伯，这条路我来修，3天之内一定修通。你说什么？你一个小姑娘修这条路？这可是半座山塌下来的，几10个大男人都搬不动。我说到做到，3天后这条路一定通。小能，我需要你。我明白。大家伙儿，开工了！穿山甲，你带兔子和田鼠去左边，把所有小石头刨到路边。跟上来，石头不过拳头大的全扒走。小能，右边的大石头交给你，看我的。大熊，焕子，带田鼠去刨土方区，把土一层一层扒开。终于轮到我上场了。这块石头太重了，我牙都快崩了。你怪我？让你走这边，你非走直线，你自己笨还赖石头。团结，注意团结！大家辛苦了，明天开始休息3天，干果管够。这是韩家的闺女弄的，我不是在做梦吧？闺女，这条路是你修的？也不算我一个人，请了不少帮手。你看看你，瘦了1圈。阿娘，没事儿，这路通了，山里的药材就能运出来了。以后不光咱们家，全村的药农都好过。我闺女修通了山路，这事儿我能吹一辈子。姐姐，跟我来，给你看个好东西。什么好东西？你来了就知道了。熊掌印代表去药谷，叶子代表去野药坡，蘑菇代表去山洞。怎么样？是不是很厉害？这是你们修的？对，半夜修的，修了好几个晚上。你白天采药那么辛苦，我们晚上偷偷干。从这里到药谷以前要走1个时辰，现在只要2炷香。总共有4条近路，去药谷、去矿洞、去冰湖，还有1条通往后山那个秘密洞穴，就是你第一次遇到9色鹿的地方。
孩子，你帮了山里所有的兽，帮你修几条路，是我们给你的谢礼。谢谢你们。啊，韩姑娘，不好了！镇上有人在闹事，在你常去的铺子门口，说你卖的药材是假的。什么人？姓赵，围了一大群人在看，他手里举着一包发霉的药，说是你卖的。大家看好了，这就是蒋家药铺总管韩小沫拿来卖的药材。我收回去一看，全是烂的，里面还掺了泥巴充重量。我一个老老实实的药贩子，本本分分做生意，结果被人用烂药骗了。乡亲们评评理。赵老板，你说我卖给你烂药，那你说说，那天我卖给你的药材，一共多少株？每一株什么价？这谁记得那么清楚啊？我记得，那天卖给你的是金须草12株，赤根枝8块，冰须苏15根，一共收了4两3钱银子。你的货单还在蒋家药铺的账本上记着。韩家闺女从来不骗人。是啊，蒋家药铺的质量向来不错。你少在这里狡辩，我的药材就是被你坑的。赵老板，这几包药的霉斑和成色，明天镇公认见。你若真有冤屈，镇长大人自会还你公道。笨蛋，刚才你差点被人看见。对不起，我太急了。但韩姑娘，赵三仓库里全是烂药，几百斤，我知道在哪儿。这边，底下有一个洞，能钻进去。赵三每个月从这里面挑出烂药，混进好药里卖给不识货的人。你的药材太好了，他的烂药就卖不出去了，所以他急了。这霉斑的形状跟赵三今天在集市上拿出来诬陷我的那包一模一样，证据够了。今晚把3号仓库的存货也搬来，明天继续压价，看那个丫头能撑几天。老板，那烂药堆太多了，再不处理，怕是要被人发现。发现什么？这仓库偏僻的很，连只鸟都不会往这儿飞。赶紧搬！老板，3号仓库的锁坏了，进不去。没用的东西，先回去，明天再说。吓死我了！他要是进来，我们就完了。走，证据够了，剩下的交给白天。韩小沫卖假药害人，今天必须赔钱。蒋家药铺也该出来谢罪。赵老板，前些天我让人从你家仓库拿了几包药材，这些霉斑跟你手里那一包的霉斑形状一模一样。你胡说！这药不是我的，是不是你的？镇长大人来了，自然会查。镇长大人来了！霉斑形状完全一致。赵三，你的仓库在哪里？敢带本官去看看吗？赵三恶意囤积变质药材，掺假销售，诬陷同行，按本镇条规，责令按原价赔偿全部药材款，另罚白银50两，充作镇公所药检费用。再有犯，逐出本镇，永不准涉足药材生意。你怎么找到赵三使烂药的仓库的？山人自有妙计。跟我来。从下个月起，供货价提高2成，镇上所有散户药材由蒋家统一收购，按品级分拣，由你负责把关质量，
总管有权在药铺后院设立独立工房，工房内允许动物进出。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是我父亲的遗愿之一，让蒋家药铺不止卖药，也设一处地方专门收治受伤的动物，给断翅膀的鸟接骨，给中了套索夹伤腿的狐狸上药。全天下只有我能跟动物沟通，这件事只有我能做到。我签了。这是上个月月前的差价，涨了以后每个月按这个数发。沉甸甸的。蒋公子，怎么了？今晚蝶参炖鸡汤算我请的。韩姑娘，救救我们！慢慢说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商队的炮声把鸟群冲散了，30多个孩子困在雷击峰上下不来了。我们一族每年秋天往南迁徙，今年商队在必经之路上开山放炮，炸平了半座山，鸟群被炮声轰散。我带着剩下的族人飞到这里，但这里没有落脚的地方，也没有吃的。帮我找树枝、树皮和干草，越多越好。行了，风吹不倒，雨浇不透，30多只鸟挤一挤刚好。这是临时的窝，我帮你们找一个商队不会经过的新落脚点。如果商队拦路，就让商队绕路。人类的车队无处不在，不可能让路的。山雀，帮我去商队驿站蹲一晚，看看他们什么时候出发。商队3天后出发，带了更多的炮。哪儿来的野丫头？赶紧让开！耽误了商队的行程，你赔不起。请你们绕路走西道，多花半天，不会耽误交货。绕路？凭什么？这条路走了多少年了？你说绕就绕？因为这条路必须还给鸟。什么？这是什么妖术？不是妖术，请你们绕路走西道。绕路，车队掉头。从今天起，我和我的全族做你的眼睛，山上任何风吹草动，你都能第一时间知道。从今天起，300里飞鸟都归韩小沫调度，报信的规矩都记住了。3声短鸣，发现新药材，发现险情，连续鸣叫不停，发现陌生人。记住了！姐，咱家变成鸟窝啦！来，都吃点东西。以后报信辛苦，不会让你们饿着。西南坡有野生赤根枝，北面悬崖都长着石斛，河谷下游有新的金乌枝幼苗。韩姑娘，东北方向黑松林。一棵枯树上全是金色的蜜香，但树太高爬不上去，还有一大群野蜂守着。赤雪蜜。
这蜜能彻底治好阿爹的病，我一定要拿到。这树不能爬，一踩上去整棵都会倒。你看树根已经被白蚁蛀空了。我不是来抢蜜的，我来谈条件，用这些干粮换3成蜜，剩下的全部留给你们过冬。为什么不吃掉我们？我需要你们活着，明年、后年，你们还能产蜜。我需要父亲的救命药，不是一顿甜食。可以，但有条件，鸟雀帮忙引开外围巡逻蜂，采蜜时不能碰诱饵，蜜巢切开后必须用蜂蜡封住切口，否则整窝都会干掉。成交。加固好了，只要不碰到最大的那根主梁，树不会倒。蜂王，我开始了。采吧，记住，碰幼虫的蜜格不许动。让它采。5块，够用了。出新猎了，快下来！多亏了小松鼠加固的节点。采完就走吧，谢谢你没有碰幼虫。明年春天花开的时候，还有更多蜜。谢谢，我答应你的事一定会做到。阿爹，喝药了。这是赤血蜜，你这孩子从哪里弄来的？山上采的。阿爹，喝完这个，你的病就好了。闺女，爹的病拖了你这么多年，你从小就得自己上山，自己扛家，是爹没用。阿爹，你说反了，是你教我的本事，我今天才能把家撑起来，不是你拖累我，是你救了我。姐，好多书啊！千字文、认字用的，三字经，先生要考的，还有这本《药草图鉴》，带画的。这个花花会发光的是什么？玄心草，姐在矿洞里采的第一批药材里就有它。我们再去买些笔墨纸砚，再给你添些新衣服。好。这是给我的。小莫，你长大了，有出息了，娘对不住你们。我从前给你们姐妹做的最好的衣裳，是2块旧布拼的。阿娘，别这么说，以后咱们年年有新衣。镇上新开了一家姓贾的药铺，
正在四处抢购药材，放话要在3个月内让蒋家关门，速来商议。又来一个。贾家派人跑遍了方圆30里，不光收药材，连农民的菜田都收。现在所有散户的药材全是贾家的，价由他们说了算，比我们的低了整整30%。更要命的是，他们在四处散布谣言，说蒋家的药含硫磺，长期服用会中毒。已经有3个老主顾退了订单。贾家的仓库在哪里？我派人盯了3天，什么都没查到。我去查。天上飞的，地下钻的，水里游的，他藏不住。帮我找一个人，姓贾的药商。贾家在废弃的秀货站设了囤货点，四面高墙，门口有人守着，但墙根有一个老鼠洞。你是那个能跟动物说话的人？是我。帮我进去看看里面什么情况。仓库下面埋了3大麻袋发霉的金须草，全是烂的，好药堆在上面，烂的埋在地窖，旁边还有好几麻袋没埋完的烈货。证据够了，这次让他在全镇人面前一个字都辩不了。镇长大人在上，乡亲们给评评理。蒋家药铺垄断药材价格，1斤金须草敢卖到3两银子。我贾某人不忍看乡亲们被欺负，自掏腰包高价收药材，低价卖给乡亲们。贾老板，你说了这么多，我只有一个小小的疑问。你仓库里的药材为什么上面是好药，下面埋着的全是发霉的烂货？你胡说！我的药材全是上品。这3样东西，第一样是从贾家仓库库地窖下挖出来的霉变金须草样品，第2件，贾老板雇人散布谣言的账本，3一条谣言附10文，落款是你亲笔签名。这是地窖里还没埋完的烈货，各位乡亲可以自己过来闻闻，全是霉味。证据确凿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贾某烂药材全部充公焚毁，赔偿蒋家药铺名誉损伤80两。药铺查封半个月，再有犯，驱除本镇，永不准涉足药材生意。你到底怎么拿到贾家账簿的？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尤其是当墙根住着田鼠的时候。小莫，按照蒋家祖传规矩，我想跟你签订终生独家供货合约。你的药材蒋家全收，价格一律按市场最高价，溢出的部分全归你，任何人不能压价。这是我家3代人的独门配方，包括那位用冰魄草配类治瘟疫的方子，我想跟你一起研究。你懂药性在土里的状态，我懂方子的配伍格局。这位地火司，你们有吗？没有，我父亲找了10年，到死都没找到。整个蒋家已经缺这味药10几年了。你为什么这么信我？少东家，
邻村的李村长和王村长来了，说有急事求见。韩姑娘，我是隔壁村的，村里10几个散户采药，每家品色不一，卖给各处收药的客商，价钱总是压得很低，1等品给2等品的价钱，2等品给废料的价钱。你看这个，这品相明明是1等品，药贩子硬说是2等品，1株只给2000银子。我们全村人辛辛苦苦采了3个月，卖的钱还不够买种子。这确实是1等品，根块完整，端面洁白，药性没流失。那韩总管，您能帮我们收吗？我不光帮你们收，我还亲自去你们村教大家分拣药材，什么是1等品，什么是2等品，什么能切了继续卖，什么只能当废料，现场学，当天就能用。韩总管，我们全村人谢谢您了。金须草根部湍面白的像鲜藕的是1等品，湍面发黄但还脆的是2等品。虽然品色差了点，但药性还在，可以入药。我这个断面发黄了，还能卖吗？能，算2等品，价钱是1等品的70%。但记住，如果金须草断面软得像泡过水，挤一下流出黄水，那只能当次品，不能入药。吃根枝是很多散户最容易卖亏的东西。记住，即使吃根枝断了根，只要块浆还完整，切掉断根部分洗干净就是2等品，不要扔掉。这些我本来要扔的，按您说的，切掉断根就是2等品。对，你刚才差点扔了至少1两银子。韩总管，我们村子今年卖药的收入至少能翻3倍，我替全村人谢您。韩姑娘，求求你救救我们！整个地下宫落都要被淹了。慢慢说，怎么回事？采石场炸山放炮，把我们一族的巢穴一层一层全震塌了。我们在山脚临时刨了个土坑，结果水从采石场那边灌过来，已经淹到幼崽的下巴了。石匠还要继续炸山，觉得我们的洞穴破坏了地基，可那是我们的祖屋。带我去看看。我们一族在这里住了60年，我的爷爷我的孙子，3代人。石匠炸山开时，把巢穴一层一层全震塌了。我们到处打洞找新住处，却被认成破坏采石地基，我们只是无处可去。祖屋在山的哪一面？南面，离采石场最近，一放炮，整个巢穴都在抖。北面有一片黄土坡，松软不积水，离采石场也远。你们搬过去，我帮你们挖新巢穴。北面坡地是备料区，再过2个月就要开采，我不可能为了一窝鼹鼠停工。您开采石多少年了？30年。30年来，北面坡地滑坡过几次？没有。2亩地的鼹鼠洞穴破坏不了地基，相反，鼹鼠松土、除虫、改善排水。有鼹鼠的地方，山体反而不容易滑坡。我提一个条件，3个月为期。如果这3个月采查出了任何问题，我出钱补偿。干了30年石匠，头一回跟姑娘谈条件。行，3个月。育幼是要圆形的，不然幼崽滚到角落熟粮。对，就这样。储藏户挖深一点，至少要3尺，冬天不会冻。排水沟从巢穴入口往东挖，坡度3分，连接到坡下的自然溪沟。这样一来，不管下多大的雨，水都不会倒灌进巢穴。
我们鼹鼠一族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可以报答你，只有一个手艺，找深埋的东西。这是我在山脚地下9尺深处挖到的，土里有一大片这种菌丝，根部发红。地火丝，蒋家祖传秘方里缺了10几年的最后一味药引。这是地火丝，我父亲找了10年，最后几年他躺在床上，天天念叨这味药。他临死前还在说，地火丝1年，取红根不入水者为佳，可佐9味，救人于绝境。父亲这辈子最遗憾的事，就是没能配齐这张方子。现在，因为你，终于可以配齐了。小莫，谢谢你。再加半片，熬出来的药汤会更清。终于配完药啦！那颗星小时候我父亲教我认过，他说他叫药逢星，制药的人看到他做出来的药不会差。你父亲一定是个很好的人。他是。他走的时候拉着我的手说，蒋家药铺可以倒，但蒋家的方子不能丢，方子是救人的。方子不会丢的，我帮你守着。昨晚有人翻了宅子，只丢了一样东西。秘方。银票、地契、账本全部原封不动，偷的人什么都不要，只要秘方。真够乱的。怎样，看出什么了吗？不是镇上的人偷的，是山里猎户。你给我点时间。3个人的气味都有火药味儿，打过猎的，还夹着一股甘草糖的甜味儿。他们从后山茶树林方向跑的，进了乱石山。乱石山有50多个旧矿洞口，密密麻麻像蜂巢。盗贼藏进了其中一个，但从天上分不清是哪一个洞口。盗贼在乱石山的洞口。我和你一起去，我不放心秘方，也不放心你。好。甘草糖渣，盗贼坐在这块石头后面嚼过糖。那个灌木丛后面有一个洞，洞口有撬过的痕迹，是被人撬开的。你在外面等着，我一个人进去。不行，洞口太窄，2个人没法同时钻。你在洞口守着，万一有人从里面跑出来，你拦住他。好，你注意安全。这洞里真的太……秘方到手了，那位治瘟疫的配方我打听过了，至少值300两银子。什么时候交货？明天天黑，翻过北山，去废弃的救兵站。饿死了，出去吃点东西。等等，
我好像忘了藏银票。糟了！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石板上的草痕被人动过了，是不是有人进来了？搜，每个角落都不放过。什么东西？是只兔子，吓死我了！又是什么东西？秘方完好无损，一个字都没少。以后别一个人钻洞了。那2个贼被老鹰堵在洞里了，带他们去官府吧。好。韩姑娘，你已经不是第一次帮本镇清理药行蛀虫了。证明该做的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比外勤总管又升了一级，从今天起，新药研发和外勤采购都归你统筹。少东家这枚章刻了3个晚上，字迹磨了好几回才满意。那是因为铜章刻错了改不了，所以得一次刻好。好啦，每次升职都板着脸，跟要宣布坏消息似的。这花生在巫山的西南悬崖上有鹿守着，每年只有7天花期，现在已经第3天了。巫山，阿爹说过，那山上的鹿不是普通鹿。对，灵鹿。山民说他们是山神的首要人，往年上去的采药人10个有9个连花都没看见就被鹿赶下来了，剩下那一个被鹿角顶了回来，在床上躺了3个月。那我去跟鹿谈谈。谈谈？这又是小能写的。你身上有9色鹿的印记，你不是普通的采药人。是9色鹿给了我能跟动物说话的能力。我今天是来商量，不是来抢的。悬崖上的雪莲花是鹿族世世代代守护的东西，人类采走了花，第2年生根就死了。10年才能复生一株。我今天上山植采已经开满7天的花，不碰花苞，不碰幼根，10株交完贡品，今年不再碰1朵。明年开出，蒋家定期往山上运送草料和谷物作为交换。这是我最重要的东西，作为抵押。如果我违背承诺，你可以不还。你认识乌林熊族的小能，你认识东山川山甲族最年轻的矿道开挖手，你帮水獭剪断过卡住他前掌的渔网。您怎么知道？我听说过你帮过的每一个手。花可以给你，抵押物
自己留着。石珠，全采完了。明年开春我带着草料和谷物来，如果还信得过我的话。明年的事明年再说，但你可以再来。老夫做采办官20年，这是收到过品相最好的贡品药材。姑娘，这些雪莲花你是从雾山的灵鹿那里采来的？是。灵鹿守着那片悬崖已经有上千年了，20年里，无数采药人士试图上去，没人成功过。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运气好，也可能是鹿看我面善。从明年起，蒋家药铺列入京药材贡品名录，优先供货，永不移除。替蒋家药铺上下13口人和死去的父亲谢谢你。真想谢我？找月钱。早涨了，这是上个月的差价补的。姐，今天先生要考3字经，背到玉不琢不成器，后面的我还不太熟。路上背书，好着去。这丫头以后认的字一定比姐姐多。韩姑娘，外山那边有人在画山的地图，不是护林员，是个外乡人，带了刀藏在竹筒里。他在标记水源位置、所有山洞、所有山道，还有你的行动路线。快让山雀和小松鼠打听更多消息。那个画师在山上转了2天，告诉每个人自己是来画境的，但他从不画山景，他只标水源位置、山路宽度、山洞走向。他画的不是风景，是山的封面图，把小溪画成行军路线，把山洞标成屯兵点，左上角画了个箭头，指向北边边境。边境？他到底想干嘛？他的竹筒里有刀，薄刀。衣服上有骑马的皮革味和驿站的烟火味。姐姐，他不是画师，是密探。密探进村了，不好，要赶紧回村做进一步计划。糟了，这是小乐今天穿的那只，小乐有危险！别怕，我能通过气闻到小乐现在的位置，我们现在就去救他。我知道你是谁，韩小沫。这片山的所有人都说你是这山里最厉害的人，你一定会来，所以我懒得躲。待我翻过雪山北面，翻过山就是边境，到边境我就放了你妹妹。如果我把你带过去，你放人？我讲信用。
这个人每隔2个时辰放飞我一次，往北边送信号。接头点边境山口那棵被雷劈过的老松，树下有个废弃的救兵站。但你不能绑着他赶路，他脚底划破了，走不了多快。行，天亮出发。过了东边西涧了，3个人，2个绑了，1个小的，往正北，速度不快。北面山口，那棵被雷劈过的老松，看见没？他们在往那个方向走。带韩姑娘从西面绕，西面有条干河床，石头挡着，他们看不见。你是不是从准备开始就策反了我的勋哥？这张山图如果流到境外，雪山以北2道关隘，3条近路全部暴露。你截下来的不只是一张图，是整条边境线。韩小沫，你抓住了敌国探子，你是大功臣。今天蒸了枣泥馅儿的，给闺女带了2个，裹在油纸包里，放在竹篓最上面了。路上饿了就吃。今年的梨肯定比去年甜。雪山上传出一种奇怪的低鸣，像风从裂缝吹过，但频率不对。山里的其他鸟说那声音像在哭。雪山在哭。雪山真的不对劲了，山雀不再唱歌，松鼠停止采集松果，平时在雪地里打滚的小能站在雪里一动不动。姐姐，雪山是不是生病了？九色鹿，雪山的寒气失衡了，守护寒气平衡的千年雪蚕被盗猎者偷走了。雪蚕，雪蚕不在山中，寒气就失去了平衡，山顶已经开始融化，雪崩一次比一次严重。如果不找回雪蚕放为原处，这座山撑不过3天。
血蚕的位置我传输给你了。盗猎者带着血蚕逃向了冰原最深处。血蚕离开雪山3天就会死，如果蚕死了，寒气永远回不来。留给你的时间只剩2天。冰下有东西，不是水，是木头，可能是盗猎者的拖车。方向确认了，西北不到30里。东面的冰季是新断裂的，走不了。西边绕开狼群领地，但太绕浪费时间。中间有一条凿出来的冰梯，但最后几具会踩到浮冰。走冰梯，你胆子不小，跟上来。雪蚕离开雪山已经超过2天半了，只剩下不到半天。你是不是来杀我的？你为什么要带走雪蚕？我为了躲避狼群，已经不吃不喝在这里藏了2天。你有吃的吗？蚕活着回去，我带你出冰原。你不怪我，我只要雪山能够平平安安。我们快回去！一定要来得及，一定要来得及！
雪山的哭声停下来。九色鹿，我做到了！我差点害死了这座山。在山脚林地种10年树，把你偷走的那片林子还回来。愿意签吗？10年不够，我种一辈子。你的枣泥窝头还有没有事？上次冰原回来以后，我老觉得你藏了吃的。穿山甲的墙角等你，也得给他扒一扒，不然那只穿山甲又要钻进来刨你的花盆。一群馋鬼！小莫，早点回家。阿娘，知道了。姐，今天先生要考签家师，路上背书，跑着去。药谷的金须草该支肥了，矿洞药库里那批玄心草要到下月初才晾透。冰湖明年春天再长的冰破草，我答应锦鲤先封一个季。东北坡新出了一片野百合，开得可好了。记下了，后天去收。姐姐，你以后要一辈子待在这座山上吗？小乐已经能读千家诗了，跟你待在山上有啥关系？有些诗人一辈子只给一座山写诗，那座山就是他们的全部。不是走不掉，是不想走。